这几天，阿素的后台被一种声音淹没了。阿素，我老公最近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白天上班跟个木头人一样，回家躺在沙发上，叫他吃饭都懒得应。可一到凌晨，世界杯开赛，瞬间精神百倍，两眼放光，看进球的时候那种激动，比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还夸张。我穿了新睡衣站在他面前，他眼睛都没抬一下。阿素，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吸引力了？听到这些留言的时候，阿素的第一反应是想笑，因为这些全职妈妈和女性朋友的吐槽太真实了。但笑完之后，阿素认真想了一下，发现这件事其实远远不只是男人爱看球这么简单，这背后藏着我们刚刚在亲密关系前6章里学过的东西，关于吸引力，关于激情，关于亲密，关于一个人的情绪能量是怎么被分配的。你好，我是阿素，今天这一期阿素不聊球赛，我们用这本书前6章的内容来认认真真的拆解一下世界杯期间你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为了帮他找借口，也不是为了让你忍气吞声，而是希望你能看懂这件事的真相，然后用更聪明的方式去面对接下来这1个月。我们先来面对一个很多女性朋友都想不通的问题。22个人在场上抢一个球，进了一个球，他能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喊大叫，甚至给陌生人打电话庆祝。可是你穿新衣服站在他面前，他可能连头都不抬。这是不是说明在他心里足球比你更重要？阿素想说，先别急着下这个结论。我们回到第2章讲过的内容，吸引力这件事背后有一套很现实的逻辑，叫做期望的奖赏。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非常功利的器官，它不太在乎一件事本身有多高级，它在乎的是这件事能不能给我带来奖赏，奖赏来的有多快，来的有多确定。足球比赛恰恰是这套逻辑里最完美的奖赏机器。你想想看，一场球赛90分钟，节奏紧张，随时可能出现一个进球，一次绝杀，一个红牌。每一次进球对球迷来说都是一次强烈的瞬间的情绪冲击，那种感觉心理学上会跟大脑里多巴胺的释放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奖赏有几个特点，它来得非常快，可能下一秒就发生，它完全不需要他付出任何情感成本，他不需要哄球队，不需要照顾球队的情绪，不需要记住球队的生日，球赢了他开心，球队也不会因为他没有及时鼓掌而生气。现在我们把这套逻辑对比一下亲密关系。我们在第2章也讲过，真正的吸引力最后能不能变成长久的感情，靠的是临近性，是相似性，是相互性，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需要经营，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回应。换句话说，婚姻里的奖赏是一种慢奖赏，它不会在0.1秒之内给你巨大的冲击，它是那种你今天对他好一点，他今天理解你一点，慢慢的关系变得更踏实，更温暖。这种奖赏很珍贵，但它上头的速度确实比不上一个绝杀进球。所以阿素想说一句可能有点刺耳但很真实的话，世界杯期间，足球之所以能抢走他的注意力，不是因为足球比你更重要，而是因为在这1个月里，足球变成了一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提供超高密度情绪刺激的完美情人。他不会跟他吵架，不会让他做家务，不会问他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只需要他坐在沙发上就能给他源源不断的情绪冲击。这不是说他真的爱足球比爱你多，这是说在这1个月，他的大脑里那套奖赏机制被一种更高效更廉价的刺激给暂时劫持了。阿素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不一定是足球，可能是你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一部剧，沉迷一个游戏，沉迷刷短视频，明明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再看一集，再打一局，再刷一会儿。那种感觉和他现在看球的状态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是他变了，是这套机制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有了第1个破局的视角。这不是一道他爱不爱我的选择题，这是一道大脑奖赏机制的科学题，它会过去的。世界杯只有1个月，但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更扎心，为什么他看完球连碰你一下的力气都没有？我们来看第2个让很多女性朋友抓狂的场景。世界杯期间，凌晨的比赛看完，他往往已经是深夜2、3点，第2天还要上班，整个人疲惫的不行。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一点亲密的接触，一个拥抱，一次亲吻，或者更进一步，他大概率会用一种近乎求生欲的语气说，不行了，太累了，明天还要上班。很多女性朋友会想，看球都不累，怎么一到这种时候就累了？
这里阿素想带大家用第5章和第6章的内容来认真的拆解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背后真的不是他不想，而是有一套更深层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我们在第5章讲过激情之爱和伴侣之爱的区别。激情之爱是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强烈渴望，它需要新鲜感，需要刺激，需要大脑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而第6章我们讲到，身体的亲密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层的灵魂暴露，它不只是身体层面的接触，它需要2个人在情绪上是放松的，是安全的，是有余量的。注意这个词，余量。阿素想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来解释这件事，你可以把一个人的情绪能量想象成一块电池，这块电池每天都在被各种事情消耗，工作、通勤、人际关系里的摩擦，生活里大大小小的压力。正常情况下，到了晚上，这块电池可能还剩下 30%、40%。这些剩下的电量足够支撑一些轻量级的亲密互动，一个拥抱，一段聊天，甚至更进一步的连接。但是世界杯期间发生了一件事，看球这件事本身也在消耗电量。很多人会觉得看球是放松，是娱乐，应该是在充电。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耗竭，它告诉我们，任何让你处于持续的高强度的情绪波动状态的事情，无论这种波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本质上都是在消耗你的心理资源。一场长达90分钟甚至加时120分钟的比赛，对一个真正投入的球迷来说，他的情绪经历了无数次的起伏，紧张、期待、失望、愤怒、狂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情绪马拉松。所以当他凌晨看完一场球，从沙发上站起来的那一刻，他那块电池可能已经从原本的 30%、40% 被消耗到了接近 0%。这个时候你想要的那种高质量的需要投入情绪能量的亲密连接，拥抱里的温度，对话里的专注，身体接触里的那种我此刻全然在你这里的感觉，他真的已经拿不出来了。阿素想强调一点，这不是在为他找借口，说他很累，所以你应该理解他。阿素想说的是，这件事的真相跟他不爱你，你没有吸引力，完全是2件不同的事。他对你的冷淡，在这1个月里，更多时候是一种系统性的资源枯竭，而不是一种针对你的情感判断。这2者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把这种冷淡解读为他不爱我了，你接下来的反应很可能是去争夺，更多的指责，更多的情绪表达，试图用更强烈的方式把他的注意力拉回来。而第3、第4章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情绪资源已经接近枯竭，再给他施加更多的情绪压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进入防御，开始敷衍，开始逃避，甚至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连看个球都要被指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做？答案是不要在他的洞穴里强行点灯。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里讲过2个很重要的概念，理想化的滤镜以及防御机制是怎么被激活的。阿素想先讲一个很多人都会陷入的误区。当一个女性朋友发现伴侣这1个月对自己变得冷淡，她内心很容易出现一种灾难化的解读，她变了，我们的关系出问题了，是不是有了世界杯他就不需要我了？这种解读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深的不安全感。我们在第3章讲过，热恋期我们会用理想化的滤镜去看一个人，而当这层滤镜开始褪去，我们看到对方真实的有局限的一面时，很容易产生幻灭感。世界杯期间他的状态恰恰是这种幻灭感特别容易被触发的时刻，因为反差太明显了。看球时眼里有光，看你时面无表情，这种对比会让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但阿素想说，请先别急着把这种咯噔等同于关系出了大问题。第4章讲过，当一个人感到被指责、被攻击，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防御。你又在挑我毛病，我看个球怎么了？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这种防御一旦出现，原本只是这1个月情绪有点低的小问题，就可能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关于你到底爱不爱我的大冲突。而这场冲突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阿素想给大家一个建议，这1个月不妨把看球这件事当成他暂时躲进了一个洞穴。这个比喻正好呼应了心理学上最经典的男人的洞穴机制，它背后的逻辑和我们书里讲到的空间需求是一致的。每个人在压力大、能量低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空间，去做一些低成本的事情，慢慢把自己的电量充回来。世界杯恰好给了他这样一个合法的洞穴。
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需要看球，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这是一种被社会批准的休息方式。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硬要走进这个洞穴，把灯打开，问他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得到的回应大概率不会是你想要的那种深情的拥抱，而是一句疲惫的我们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说这些。阿素不是说你的感受不重要，不需要被表达，阿素是说表达的时机和表达的方式真的会决定结果。如果你真的有话想说，可以等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白天，找一个两个人都比较放松的时刻，用我们在第4章讲过的我语言来表达。不是你这1个月根本不管我，而是这段时间你看球比较多，我有点想念我们一起说话的时间，等世界杯结束，我们可以找一天好好聊聊吗？这句话和指责完全不同，他没有把对方推向防御，而是表达了你的感受，同时给了对方一个未来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讲到这里，阿素想换一个角度来聊聊，在这1个月里你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们在以后将会讲到的《亲密关系》这本书的第10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爱情地图，即持续的了解伴侣内心世界的变化。但其实这张地图不只是用来了解对方的，它也可以用来了解自己。他去陪足球了，你正好可以更新自己的地图。阿素想问一句，上一次你有一整段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被任何人打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已经成家的，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了关系和家庭里，伴侣、孩子、家务、工作，自己这个部分往往是被放在最后面，甚至常常被遗忘的。世界杯意外的给了你一个机会，当他这1个月把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足球这个洞穴里，你的晚上突然多出了一些原本属于2个人的时间，变成了属于你自己的时间。阿素想说，不要把这段时间浪费在生气、焦虑，或者在心里反复琢磨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上面。试着把这段时间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件你一直想做但总是没时间做的事，看一本放了很久没翻的书，敷一片面膜，泡一个热水澡，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打个电话，或者就只是一个人安静的坐一会儿，什么都不做。我们在第6章的最后部分聊过，身体的亲密需要的是一种放松和充盈的内在状态，而这种状态不只是靠对方给予的，它也可以是你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当世界杯结束，他从那个洞穴里走出来，重新有精力、有情绪能量去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个因为这1个月被忽视而充满怨气、疲惫不堪的你，还是一个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状态轻松而放松的你，这2种状态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连接。阿素想说，这不是什么心理战术，更不是教你去装，这是一个很朴素的真相。一个人如果自己内在是焦虑、是匮乏的，他会更容易在关系里索取；而一个人如果自己内在是充盈的、是放松的，他在关系里会更自然地散发出一种让人想要靠近的状态。这种靠近的力量比任何争吵、任何委屈的眼神都更有效。今天这一期，阿素用亲密关系前6章的内容，陪大家拆解了世界杯期间很多家庭都会经历的这种荷尔蒙错位。足球抢走他的注意力，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它是一台不需要任何情感成本的奖赏机器。他看完球之后的冷淡，不是因为他不爱你，而是因为他那块情绪电池已经被消耗到了接近0。面对这种状态，硬碰硬只会激活他的防御，而温和的表达、合适的时机才能真正被听见。最重要的是，这1个月，别忘了，你也值得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如果这一期内容让你对为什么他这1个月这么不一样多了一点理解，那阿素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关于身体、情感和亲密关系之间更深层的联系，阿素强烈推荐你去看一看刚刚上线的亲密关系第6章，里面有更系统、更完整、更直击灵魂的答案。如果你家也有一个现在正被世界杯劫持的同款老公，欢迎在评论区大声吐槽，让阿素看看有多少姐妹正在同甘共苦。新来的朋友千万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之后才不会错过亲密关系接下来即将上线的后4章的精彩内容哦。世界杯1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希望这1个月你过得轻松，也过得充盈。我是阿素，我们下期再见。